你家3亩地遭虫，交的粮全是憋的，粮站不收，欠我那800再还还。可你妈这病，高考考砸落榜了，地也荒了，全家只剩被退回来的粮本和800块欠条。妈，别做了，做一双能卖5毛呢，我以前纳的可齐整了。小妍，有件事瞒你很久了，是妈的病，肾上的毛病，医生说得做手术，要多少钱？前后3000，借遍了，只凑了600。我明天去砖窑扛砖，砸锅卖铁也……你腰不好，我这病不治。不行，我18了，我去挣钱。妈的病必须治。去年在废品站捡的手稿，我记得是大棚菌菇冬季栽培的方法。如果按上面的方法搭棚，春节前就能出菇。后院空地能搭大棚，种菌菇，春节前收一茬，最少卖2000。你哪儿学的？我自学过。给我3个月，赚不到钱，我跟您一块去砖窑。行，反正家里这光景也没啥可输的了。刚才翻的时候，这行字还是糊的，字再长出来。考不上大学了，回家种蘑菇。这菌菇是仔细活，温度差一点就烂根。就凭他家这破院子，爸，甭停，等出了菇，他们会来问菌种的。杨小子，你要真能种出来，那刘叔给你端洗脚水。爸，降温，快把稻草帘子全掀开。这手稿上的字总是在最要命的关头才出来，他是在考我。这白花花的都是菌丝，长得不错，再有10天该出菇了。咱先别跟妈说，等出了菇再告诉她。我得去镇上找买家。爸，您守着棚，温度别超20度。老板，鲜菌菇，冬季出棚，品质保证。你这还没出菇，给我谈啥？市面上现在有菌菇卖吗？冬天菌菇出菇量锐减，镇上的食堂要想用菌菇，不是买不到，就是价格翻倍。我的菌菇10天后出，品质和价格我能保证。多大了18懂这么多，10天后拿不出，别怪我去别家。这单成了一半，剩下的还得靠菇棚。真出了，爸，出了。这都是我儿子种的，都是你儿子种的。这下妈就放心了，病不治都行了。治，必须治！我挣钱就是为了给您治病。钱经理，您验验，品相不差，闻着比省城进的味儿还鲜。报个价吧，2块5一斤。2块5，他咋不要10块？省城进的也才2块。省城恒温菇品质一般，我这冷棚的您闻过，质量好了不止1星半点，而且省城拉过来运费损耗不少。2块2，5筐全拉走，以后出的菇优先给我。成交。你爹扛了大半辈子锄头，头一回见一次拿这么多钱的。妈，你数，第一茬卖了5筐，棚里还有50斤没摘，全卖了就够您去县医院了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家后院种了2棚菌菇，元旦上市，到现在出了3茬，刨去成本净赚370块。370？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？不是祖坟冒青烟，是技术。我免费教，头一批菌种也免费。菌菇长出来1块5一斤，保底回收。你小子图啥？就图咱杨家屯别再做全县最穷的村子，图咱屯的孩子过年能穿新衣裳，图以后出门说自己是杨家屯的，腰杆都能挺直。话是好听，可你爹借我那600块到期了，你折腾来折腾去，别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不上，你家那几亩地可就不好说了。周叔，年底之前借您的600，连本带利1分不少送到您炕头上。但今天说的是菌菇推广，您要没兴趣先歇着。哼，我就问问，种这个真能赚钱？第1茬回本，均不能出5茬以上，从第2茬开始就是纯利。干！反正冬天闲着也是打牌，不如跟你赌一把。我也干，算我一个。开工！我这棚今儿又出了10斤，成本全回本了，下一茬重赚。小严，你快来，我这有几个菌棒发黑了。湿度太大，通风不够，棚南边的草帘掀开一半，下午2点再盖上。发黑的菌棒单独放，别传染。得亏你在，这要是烂了，我这一棚就白瞎了。杨老板，我给你带个人来。钱经理，这位是县兴农社采购负责人曹国良。听说你们村冬天出菌菇，我来看看。好菇。兴农社正在找货源，你们村现在能产多少斤？这一茬能出2000斤，春节前还能再出1茬。你整个互助社的菌菇，县兴农社全要，价格再给你加2毛。今年冬天你出个杨家屯菌菇的牌子，我帮你打市里。一朝理去，众人争放，不扩规模，终为人后。菌菇之后，可配乳鸽。这破路，连个拖拉机能过的道都没有。
菌菇摘下来放不住，今天运不出去，明天就烂。小严，县道那一段被挖断了，修水渠，周老抠雇的人，他把路刨了，菌菇运不出去，咱这几个月就白干了。李大柱，你开拖拉机从村西头老河沟绕，多跑10里路。王二狗，把你家3轮车也骑上，菌菇车在断路的另一头等着，咱们踩着泥也得把货送到。老河沟那条路不行，上回我牛车都陷了，带木板，轮子陷了就垫。今儿这批菌菇1斤不能少。你现在处理事儿比你爹强。我去找周老抠。爸，你稳住这边。哟，杨老板来了，稀客稀客。周叔，县道是村集体土地，你修水渠挖断公家道路的手续批文，镇里存档了。你那镇属砂石场原料和出货记录对得上吗？车上挂的是谁的牌照？你唬我？你可以试试，周叔，我只需要去镇上把这几件事问清楚。明天天黑之前把路填好，再给我爸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断路的事儿我听说了，年轻人能这么快处理这种纠纷，我见过的你是第一个。曹科长过奖了。别急着谦虚，以后杨家屯的菌菇，经农社常年收，价格打底，规模再大，我帮你申请1村1品示范村。路通、货通、人心通，此三者，事业之基也。菌菇推广互助社，你社员就8户，地不到20亩，规模太小，不符合扶持标准。 20亩是现在的规模，春节前我能扩到50亩。你多大18。 18岁就当互助社负责人。年龄不代表能力，菌菇大棚我一手搭建的，菌种是我自己培育的，销路已经对接了镇上和县城食堂。我今天拿来的不是空话，是数据。贷款需要担保，你有担保吗？这里2000块是我家菌菇大棚这几个月的全部盈利，我压在镇里还不了贷款，这押金归公。你是认真的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。你们村的合作社能不能做起来，我不敢打包票，但你这个人我信了。县里刚出了农村创业女青年扶持计划，我表妹今年刚从中专毕业，学的会计，在找地方实习。你们互助社缺记账的人不？缺。听说镇里赵干事要给你介绍对象？妈，不是介绍对象，是介绍个会计。互助社缺记账的，会计也行，只要是个姑娘就行。你妈说的对，你俩别瞎操心了。请问是杨慕言家吗？我是赵干事介绍来的。你就是杨慕言？我表姐说你挺有本事，看着倒是有把子力气。账本在哪儿？我先看看。要是记了一堆糊涂账，可别怪我说话难听。这丫头脾气不小。哟，这是哪来的俊闺女？赵小棠，互助社新来的会计。大叔，你让让，我数军棒。你填个数，上个月菌菇产量、销售价、成本、盈利都写上。这家互助社的账本上还有一堆白条子没清，你到底会不会管理？白条子？谁签的白条？你那个刘老三，上回拉了50斤菌菇，说月底结账，到现在1分钱没见着。还有你们村的周老抠，上个月进了12袋锯末，签的也是白条。你是不认得字还是不会算账？赵小棠，我请你来就是让你帮我把这些烂账清干净。你有本事，我给你加薪，但有问题先跟我说，别当着社员面拍账本。行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把白条全追回来，追不回来我走人。这丫头的脾气跟你妈年轻时一个样。赵会计，钱都在这儿，1分不少。你去镇上打听，大家都知道我跟了杨老板，你能不搬出我媳妇儿来要账吗？刘三叔，收据别弄丢了，下次再签白条，我直接找你媳妇儿要。赵会计，我上回那菌菇款子能不能再缓3天？张叔，你家啥情况我都知道，你儿媳妇刚生完孩子，又要交公粮，我给你缓1个星期。但有一件事儿，你以后别跟别人乱签条子，再让杨慕言保你。张大嫂，你先回去吧，过几天再来。赵干事说的没错，嘴是真毒，手也是真巧。一共追回来320，剩下几张条子，要么是真穷，要么是不想还，留到下次再追。你这账本总算是勉强能看了。谢谢。别谢，我来你互助社不是图你这儿条件好，你连个正经办公室都没有。我来是因为我表姐说你不一样，她说你这人有股子轴劲儿，能把事儿做成。对了，你那个妈今儿问我有没有对象。欲行大计，先清账目，账面乱，人心散。你倒是算得准。互助社第一次分红，12户社员总收入52000元，刨去成本和预备基金，分红总额42000元，户均3500。李老娘3500，我活了50年，第一次见这么多现钱，3500啊！
杨老板，这是我入社的诚意金，2万块。之前都是我周老抠有眼无珠，得罪了杨老板，得罪了各位乡亲。给我个机会，我不当股东，就是普通社员，一切听杨老板安排。行，钱我收了，但从今天起，互助社怎么种怎么卖，你只有出力的份，没有多嘴的份。能接受就留下，不能接受报个数，把钱拿回去。能接受。以后你说往东，我不往西。咱家有钱了，你妈的住院费早够了，但爸只问你一件事儿：今年能不能考大学？县里有复读班，年后就开学。我知道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但爸求你把互助社交给你王叔他们，你回去复读。你打小就想当医生，你忘了？爸，您知道咱家怎么从3000块钱差点家破人亡走到今天分红的吗？不是因为我手里有这本手稿，是因为李叔、张大爷、大牛叔他们把家里最后的盼头赌在我身上。我现在走了，互助社就散了。是我没用，不是您没用，是您儿子选了另一条路。将来咱杨家屯办成全县第1村那天，我陪您喝酒，喝到天亮。杨慕言，我走了。什么时候走？马上。去多久？省城医学院进修2年。你之前垫的药费，还有打针的诊费，你应该拿的。杨慕言，你菌菇种的不错，下次见你别把互助社搞垮了。不会。欲治同者不可轻弃，惜福之人当惜良缘。还有一剂菌菇要收，深加工、罐头、腌制品，只卖鲜菇，确实走不远。杨慕言，账本我放门口了，白条清了七七八八，剩几张实在追不回来，我明天再去找张老头，你欠我1顿酒。贴息贷款批下来了，3000元无息贷款，3年期。赵干事，我需要的不止这笔贷款。互助社产量起来了，但产量一多，鲜菇在本地就卖不上价。兴农社的量也算稳，可只有鲜菇这一条路走不远，要做深加工、罐头、腌制品，但需要厂房和设备，光靠互助社自己靠不了。我想跟镇里联合办厂，村集体出原料和人力，镇里出面对接外地批发市场和出口公司。联合办厂，别的乡也有人提过，但没有一家做起来。你知道办一个加工厂，光设备投资就要2万起步吗？我知道，兴农社曹科长答应包销，另外3000贷款还不够，我自己出剩下的。我那个表妹赵小棠在你那儿还好吧？挺好的，帮我把白条全追回来了。规划书留下，在赵小棠那边你别欺负她。我哪儿敢？兴农社包销不压价，场管科提供设备，占股30%，村里占70%，加工厂招工，互助社社员优先，出事后月薪保底80%。这事儿要是办砸了，咱家要赔多少？钱是镇里和兴农社垫的，咱出人力出菌菇，你们儿子这张脸也就搭进去了。干！我跟你干，砸锅卖铁干，咱家从来没怕过穷。菌菇是咱村的本钱，但只卖鲜菇，再种几年也种不出花来，因为咱没有定价权。罐头厂、干菇贸易，这些才是肉最后的环节。互助社要想多赚钱，就得自己把这块肉咬下来。我问大伙一句，这口肉愿不愿意张嘴？我听小严的，领着互助社分红，分的能交公粮，凑足书本费了，我就信他。我也干。小严，你说咋整，我跟着。我之前拦过你的路，这一回我不拦了。你说咱村得走到人前头去，我以前不信，现在我信了。我家有2亩闲置菜地，地基平坦，加工厂就建那儿。至此，举目于世已历7分，明日可起新账。有你的信，省城医学院寄来的。杨老板，这地基线是歪的，你快来看看。来了。菌菇罐头，杨家屯，名字是有点土，但品相还行。第一批出货，县供销社订了8000箱，镇上食堂包了散货。隔壁临江县听说咱村出罐头，派采购员今天下午到。按这个价，今年净利过20万不是问题。但你上次说还要招工，招你贴个公告，文化不限，30岁以下优先，培训3天上岗，培训期没钱，管1顿饭。培训不给工资，跟谁学的？跟你表姐学的。苏小荷有你的信，杨家屯寄来的。你家里不是在县城吗？咋跑到杨家屯去了？就不会多说2句好听的？你嘟囔啥呢？没什么，乡下朋友。超出一隅，你的意思是不能只盯着菌菇？账上出了问题，上个月进的一批罐头密封圈全是次品，供应商跑了，2000块定金打了水漂。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写啥？下一步，菌菇之后养乳鸽。我不是不让你做梦，但你连密封圈都还没顾上，就想养鸽子。密封圈的事儿明天解决，你现在先算
如果菌菇废料配成鸽饲料能降30%成本，这个账推不推得动？这叫磨损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断茬不是新茬，是出厂就裂的。你这批密封圈是旧货胶圈混装新货，反正是你自己选的，当场没验货，现在来退，走哪儿去都站不住理。第一张拍这批密封圈，有出厂日期，有型号。第二张，我现在就给你拍个特写，发到省城晚报读者来信栏目也够用了。标题就叫永顺达假配件专坑乡镇企业。你老表来了正好，让他一起上镜。等等，我没说不退。钱老三儿，这回遇上硬茬了吧？没用胶卷，买了装上了，录了又抠出来，多浪费钱。对付这种老油条，有时候相机比道理管用。我不用真拍，只要他觉得我拍了就行。以后遇上这种事儿，先跟我说。跟你说有用，你会拍照还是你会算账？你只会养鸽子。菌菇废料配玉米豆粕，经烘干发酵可得复合鸽饲料，成本降30%，除鸽存活率提高2成。废料变饲料，菌菇渣原来不是垃圾，是原料，出栏快，料比低，能跟菌菇共用渠道。这跟手稿之前说的接上了。菌菇摘完，菌棒还能用，把菌菇废料烘干打碎，配上玉米和豆粕，就是现成的鸽饲料，成本比买成品饲料低3成。鸽粪发酵之后，又是菌菇的好肥料，一个棚里能出2样东西，这叫循环农业。养鸽子，咱祖祖辈辈养鸡养鸭，鸽子那玩意儿是玩的，能卖钱。大牛叔，鸽子比鸡鸭出栏快，15天就能出笼，市场价1只鸽子顶3只鸡。咱们的菌菇渠道已经有了，兴农社、食堂、批发市场，鸽子和菌菇走的是同一条路，不用额外铺渠道。小严，你说的这些听着是好，但我还是觉得咱这地方穷了几辈子，都是地里刨食，鸽子是城里人吃的，咱哪养得活？你要是瞎折腾，亏钱了怎么办？加工厂还没回本呢。张大爷，这条链子不用重开新摊子，菌菇棚旁边搭鸽舍，菌菇废料现成就有，我手上有技术手册。新项目不压旧项目的款，资金从这次菌菇分红的预留基金里出，第一批只是3户，我出1半本钱。我信，我出鸽舍的地就在我那2亩闲置地上，兔崽子我拦过他路，他没记仇。这菌菇能让咱分1回钱，鸽子就能分2回。你们爱干不干，反正我干。是3户，杨慕言出1半本钱，剩下的从预留基金里扣，我记上了。第一批是3户，3个月内出栏，要是成了，全社推广。这就是你们自己设计的灌装线，自己改的，原装设备是旧货改装的，加了排污出口和霉菌隔离段，良品率从70%几提到92%。小伙子，我在兴农系统干了30年，像你们这种乡镇企业，1年能做出罐头流水线的，你是头一家。杨家团菌菇，我们省司下半年要搞1村1品试点，你们村我推荐了。省社试点，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？以后杨家屯3个字儿能印在全省所有兴农社的货架上，放在最显眼那一排。知道。那你笑一个。等鸽子出栏再说。这玩意儿比咱村的土鸽子大多了，几个能卖多少钱？1只出栏鸽，市场价8块到10块，一个鸽舍100只，一批出栏800，1年6批，860批，那小5000了，还说啥呢？赶紧把隔壁那个空棚也改成鸽舍。第一批3户试养，如果出栏率达标，下个季度推广全社。菌菇加工厂刚上了省社试点名单，现在又多了1条腿，2条腿走路稳当。7天，就是明天。小严，你快来，这好几个都趴了。早就说这洋鸽子水土不服，咱祖祖辈辈养的是鸡，鸡吃虫子，鸽子是城里人玩的。你这回折腾大了，咋整？这要是死光了咋整？大肠杆菌感染，把病鸽全部分笼，换到隔壁那个空鸽舍。鸽舍升温，大明叔你去生炉子。老寇说去我家拿庆大霉素，我妈床头抽屉里就有。庆大霉素那是人打的针，你给鸽子打。人用剂量减半，把药兑进饮水里喂，药两张放在内服外用。快去！会吃食儿了。你这治病的手艺哪儿学的？书上学的。这品相放省城能卖15块，食堂消化不了这么多，我给你捎进省城农贸市场，直接给你找批发商。行，运费从运输队走，单子算互就社的。这玩意儿比菌菇还快当，菌菇从半料到出菇小40天，这鸽子15天就出笼。一个鸽舍100只，一批就是800到1500，1年6批。老天爷！小唐，可算找着你了。我去你家你不在，问了才知道你在这记账呢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你啊，老同学一场。我开了个贸易公司，正缺个会计主管，活儿轻，1个月300，比你在这种地方打算盘强多了。赵会计，这人是你同学吗？刘洋，你那贸易公司注册资本多少？30万。账上流水敢不敢给我看看？上学时候你抄我作业，考不及格来找我哭，现在来装老板。这是为你好，你在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出息？他有没有出息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要是来谈业务，请进；你要是来挖人，走正式流程。你是谁？我是互助社负责人，赵会计是我请来的财务主管。财务主管，谁让你给我提的？加薪了吗？他骂你还是夸你？都有。加工厂32个女工的考勤，鸽舍饲料成本的变动分析。财务主管，谁让你给我提的？加薪了吗？他骂你还是夸你？都有。加工厂32个女工的考勤，鸽舍饲料成本的变动分析，你批一下。你新给我加的值，我把该干的活也给你加上了。
涨了200。我值。隔壁镇有个小厂来人找过我，没事儿，我还没跟人家谈。知道了，留着吧。今天你那套我是他老板的台词，演得真蹩脚。还用你教？杨慕言先生在哪儿？在孤棚。小严，有记者。你们村以前是全县最穷的村子之一，现在靠菌菇和乳鸽翻了身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菌菇是第一步，鸽子是第二步，加工厂是第三步，后面还要赚加工的钱、品牌的钱、技术的钱。杨家屯才走了一半。技术不藏私，今天讲3件事儿：菌棒配料比、灭菌温度控制、出谷期湿度管理。谁想记拿笔。技术不藏私，今天讲3件事儿：菌棒配料比、灭菌温度控制、出谷期湿度管理。谁想记拿笔。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你把菌菇技术全抖出去，隔壁村学会了种，人家就自己搞，便宜货一多，咱的菌菇卖给谁？卖给收菌种的，卖给买饲料的，卖给想学技术但学不会的。杨老弟，你这人实在，我们明天就派人来学。菌种先从你们这儿买，买多少我们现付。工厂那条灌装线我能管，你以后往外跑市场，家里菌菇鸽子生产线我给你盯着。你妈身子好了，家里不用你再操心。我还从来没见过记者呢，这回你上电视真给咱杨家屯长脸。你爷爷那一辈要是活着，得把你举上天。爸，你把加工厂盯好，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。注册商标，菌菇之事一例7分，明日刻起新章。农产品注册商标，你们村办企业？杨家屯菌菇互助社，菌菇罐头、干菇包、乳鸽产品统一用杨家屯商标。自己画的，还挺好看。行，材料我收了，等3个月批不下来，我打电话通知你。谢谢你帮我画商标图，加班费另算，账本上给你记一笔。以后这车从省城转回来，上面就贴着咱自己的牌子了，不像以前拉货还得跟人家解释半天，现在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进的货。以后谁仿冒这个标签，追究到底。品牌激励，当防宵小，树大招风，慎之慎之。这位置人走过来腿都迈不动，人家连看都看不到。那也得摆，放这儿也得摆整齐了。菌菇样品包装这么土，省城人不认的。你们这种乡镇企业能进农贸市场就不错了。展销会是做品牌的地方，你们这个就一个土疙瘩。这什么牌子？杨家屯第一批菌菇样品，无添加，纯冷棚出谷。省城连锁超市采购部，东西不错。首批订货500箱，给你们试试，表现好就进超市，6家连锁。我 BP 记号在名片背面印着，你们回去以后把合同寄到我这边。你知道吗？他们今天那个病人。第一批合同签下后，抓紧扩产。扩产全部铺开，资金缺口大约8000，不包括新棚的人工和水泥。这笔钱如果不能在月底前压进去，工期得拖1个月。8000？咱哪凑8000去？省城连锁超市首批订货500箱，预付款12000，钱已经在账上了。你刚才开会前怎么不说？让我在那算缺口，算的头发都快白了。你不是算了吗？缺口让你算清楚，扩产才能确定铺多大。先看窟窿再填钱，比不看就铺要稳当。那还等啥？明天开始搭棚，菌菇扩10棚，鸽子扩5户，老子都干！给你们细讲一遍：菌末3份，麸皮1份，石灰水泡透，温度不上来不能接种，记不住也没事，明天来看我操作。杨师傅，你种了大半辈子地，这菌菇技术是儿子教的还是你教儿子的？以前他教我，现在我能教你们了。往左，再左，好，停，别压菌渣堆。扩产之时，当防货源外流。杨老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在食堂干了8年，眼看着你从一个卖菌菇的小子做到现在，跟着你跑货跑了这1年，比在食堂做8年都痛快。我想入股你的运输队。就3天，你就把全县农贸市场的底价全摸回来了，还附了竞争对手的名单。买菌菇吃菌菇，跟人喝了2天酒，别人总觉得我憨，跟我说话不设防。运输队从今天起你说了算，货源调度、路线安排、车队管理都是你的，以后不叫你钱经理，叫钱队长。钱队长，这称呼你喜不喜欢？少来，叫老钱就成。车洗干净了，下午拉货，别让我新贴的标签给脏泥见花了。货源既保，运路已通，下一步需防外贼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杨家屯那个菌菇用的是独门秘方，菌棒配料别人学都学不会。你们知道菌棒是谁做的吗？杨慕言我兄弟菌种是全是他配的。刘三哥，你那菌棒配料说细点，都用啥料？菌末3份，麸皮1份，石灰水泡。还有一样不能告诉你们。小严，菌种室窗户被撬开了，有人进来过。
菌棒少了3根。马六那边也种出了杨家屯的菌菇，价格比我们低20%。新农社那边说马六已经派人去谈供货了。马六那个嘴，我非把他嘴缝上。缝嘴有什么用？菌棒已经让人偷了，菇已经让人种出来了。先去马六菇棚看看。大牛鼠、老寇鼠、钱德旺，跟我走。杨老板，你也来学。菌菇这玩意儿人人能种，我听说你们的菌菇卖的贵，我便宜点卖。你这批是初代淘汰种，出菇率撑死60%，而且容易染杂菌。你收的这3根菌棒，过不了多久就得染绿莓。马老弟，以后想学技术，直接来互助社报名，别半夜翻墙。菌种室下次装的不是锁，是狗。我们杨家屯养的狗比你的菌菇值钱。菌种以后分级管理，核心品种只在我们自己人手里。从今天起，菌种室上锁，钥匙2人分管，一个是杨慕言，一个是李老蔫儿，还有刘老三，你先站起来。我那天喝多了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套我话。泄露核心技术的，1次警告扣分红，2次除名。你这回是初犯，记过，扣100块红利，有没有异议？没有，我自己认罚。李叔，这钥匙你拿好，放心吧，小严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核心在手，愚者方可授人。菌菇鲜货全年销售额，加工厂罐头全年销售额，割舍出栏，运输对内外流水，推广站对外培训收入。你听我念还是自己看？你念。割舍出栏53600块，推广站32000块。你猜今年赚了多少？35万。不对。40万。还不对，47万。你年30怎么过？回县城跟我表姐过年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过年给你发个红包。红包算年终奖还是个人请的？账上要分清楚。个人请的。那你红包包大点儿。我这个财务主管第1年帮互助社年底拢账，就拢出4700的误差，查了3天才平。1年辛勤47万，立品牌之根基，便可在更大的舞台立足。挂正了，以后谁来咱村，先看见这块牌子。杨叔，你擦了5遍了，再擦铜就掉了。你小子懂啥？这牌子比我当年在粮站门口排一宿队换的供应证都金贵。新标贴到了，每箱都贴，别漏。爸，你回头检查一下出货那别漏。以后外面都知道咱杨家屯是种菌菇的，不是一个穷地名了。麻子哥，你这菌菇互助社收你多少钱一斤？1块5，保底回收，年底还分红。我给你2块3。你以后直接把菇送到我那儿，不走互助社账，多赚的钱你自个儿揣兜里，没人知道。你试试，第一批少送点，互助社不会发现。等尝到甜头，咱再往大里做。入户量和出户量差了300斤，不多不少，正好300斤。其他人账都对得上，只有2户孙麻子和刘老三交货量比上月都各少了近200斤，每个月都是这个数。菌棒越来越多，出菇越来越少。你家的地是漏的吗？你这话是啥意思？我自己的菌菇想卖谁就卖，我家菌菇又没偷互助社的，互助社才给1块5，凭啥不卖？你入社的时候签了回收协议，菌种是互助社给的，技术是互助社教的，菌菇出了棚，卖给谁你就是谁的社员。你卖给外人，互助社拿什么给新农社交货？你年底拿什么分红？就凭人家2块3，你就不打算分红了是吧？王翠芬出2块3，他敢不敢跟你签1年的保底？他今天是2块3，明天菌菇多了就能压到1块。互助社给你的是1块5加年底分红，算完账比2块3只多不少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他收你的货出了质量问题算谁的？你卖给他，他贴上标说是杨家屯的菇，吃出事儿来找谁？去年社员平均分红1200，这个数是额外发的，不是在保底价上已经给满的那部分。你如果把300斤全卖进互助社，分红至少能再多拿80。那个姓孙的还来找你了？他敢不找我？我这价钱他卖谁去？先吊着。这批货能不能还走互助社？可以，但得记一过。你一会儿签个字儿，下次再过互助社这道线，自动退社。非互助社渠道出货超2次，自动退社。堡垒最易从内部被攻破，规矩需定在出事之前，不要等散了再。你们俩在镇上帮我传个话，就说杨家屯的菌菇用了不干净的料，具体不用多说，就说吃了容易拉肚子。食堂采购耳朵都长得很，传2天就有人信。要是别人问有啥证据咋说？要啥证据？镇上那几个食堂我打听过了，都是杨家屯送的老主顾，断一家就是好几空的销量。咱们不卖利器货，就传2句话，不违哪条王法。这2天有人反映说这个菌菇吃了拉肚子，先停一停进货，等查清楚了再说。吴头，这菇闻着是新鲜的呀，我炒了好几回了，也没见哪个学生吃坏过。话是这么说，有反应咱就得停，耽误2天菜换别家备着。先这样，出了事谁担？钱德过，下次先别带菌菇这一批。2天好几个老主顾食堂都压着货说等等再定，这造谣的王八蛋是谁？镇上跟的话能传这么快？这摆明是田老外在搅浑水。有3家食堂暂停进货了，还有1家说要退货，已经运到镇上又被挡回来了。司机在门外面蹲了大半天没人接，我找田老外去。回来，你没证据去踹门，正好他报警跟你闹，你在大门口骂一句，他回头就告诉别人杨家屯的人上门打人，打你也白搭。明天早上菌菇和罐头送到县检查站，检测费互助社是自己出，我带了检测申请单，结果出来每个渠道发1份，造谣的嘴用报告堵，这比踹门好。田老歪散布不实信息，影响3沙乡食堂的供货合同。我们有质检报告和损失清单，希望商管局立案调查。杨慕言，这小子是真能折腾。那个田老歪的收购站被罚了，
你这注册商标保护好，以后谁仿冒直接走法律。谢谢曹老板。别谢，你保护好你那牌子。我在兴农社干了快20年，没见过几个人能为一个村办牌子跟人造谣的干到商管局去。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看重，别人才会看重。造谣止于真相，仿冒止于法律，品牌之路步步为营。用地手续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几个章需要补。你下次来镇上的时候，我陪你跑一趟。有些科室你没去过，找人不好找，我熟。我自己跑一趟就行。上周运输队跑证件的时候，已经把流程摸了一遍，科室在几楼哪个门我都记下来了。杨社长，这个扩建用地如果能批下来，也得多靠镇上协调。我跟小唐刚才说了，后续手续我可以帮忙。你们最近销路怎样？我听说省城那边有个搞食品的老板也在打听你们互助社。最大的问题是把生产端稳住，不是在渠道上头折腾。小唐，你上次说想去省城看展销，下个月我有车，我载你去。你要什么专业书，我顺道帮你带。互助社有运输队，钱德旺下个月去省城拉货，顺道能带人捎书。陈干事，我不出差，不用人专程送，顺手带的，没几个钱。小唐，我就在县商业局能给你安排个正式编制，比在这儿机长强多了。编制名额过月就没了。那个编制名额你留着给需要的人。那个陈明明天不来了，我跟他说清楚了。说什么？说我是互助社的会计，不会走，光这些就够了。你除了恩还会说啥？再来一个！杨老弟，省社下半年有个全省农产品评比，第1名能上省台的专题片，还能拿到省城大型超市的绿色通道。我建议你们也去报名。报名什么时候截止？下月截止，抓紧准备吧。参赛的样品最好多备上几套。你们互助社产量和品类足够争一个综合类奖项，到时候把菌菇罐头、干菇包、乳鸽产品全都带上。另外，赵小棠这半年表现咋样？今年我们互助社能拿到这个试点的牌子，赵小棠她的账本撑起了大半。要是没她那本算到底的账，得来这牌子挂上去也行不住。我就知道，这丫头虽然嘴毒，但是她的手比嘴可靠谱多了。杨家屯菌菇大棚在哪儿？往左。以前人家问老杨你们村咋走，现在人家问你们菌菇棚在哪儿，名字都变了。爸，我敬你。你敬我，这杯我敬你。你妈纳鞋底那年，咱家为3000块差点散了架，现在好了，咱家不在乎2、3千的小账了，咱村也不在乎这2、3千的小账了。省社之认可，不过新起点，欲在省城立足，需有应对更大风浪之准备。包装还是乡镇企业水平，放中等偏上吧。这个菌菇好吃，你们专供哪里？冷棚菌菇，冬天出的，展会期间可以现场预定，省罐头厂展位后面送人情。明天还有一轮复评，咱还有一次机会。两个给咱们打高分的评委临时调走了，换上来的新评委咱们一个都不认识。明天把3箱罐头打开，放在展厅正中央的过道上，免费品尝。把第2轮评分推迟2个小时，咱要不要也开几箱试吃？不用，排队的都是拿赠品的。本年度全省农产品评比综合品类第3名，杨家屯菌菇互助社。下一位是我们本年度全省农产品评比第3名。孙大志的罐头厂拿了第6，他们科长脸都白了。杨家屯这次拿到全省第3，你有什么想对全省观众说的？杨家屯欢迎全省同行来学习，我们不藏私。你的意思是你们愿意把技术交给竞争对手？教会了才有标准，标准是我们立的。连省台记者都被他噎了一下。第3名已得，下一步将杨家屯3字刻入省城。鸽子养成了吗？养成了，答应寄给你的2只还没寄。那我就等着。小何，进修还有半年就结束了，毕业之后我想回县里工作。村里给你留了卫生室，手压泵都装好了。刚才批发市场那个老杜跟我说，省城大洋食品那个沈大洋这2天也在打听我。老杜说他问的有点太细了。沈大洋，上次那个代表过来收购的时候，他打的旗号还是合作，这又跳到调查负责人了。收购被拒，如果他和我们谈不拢，就会给我们施压。让他来谈，我们做的是产业链上游，他做的是产业链下游。回去把省城所有批发商的联系方式单独做个备注。苏小河是不是你那个在省城的朋友？是。他看起来挺好的。是。你刚才在医院门口站了挺久。别看了，回去睡觉。明天账上还有一堆货单等着你签字。
省城来的不是朋友，而是下一个对手。先礼后兵，明天派人去杨家屯谈收购，200万，不够就加。沈总，他们要是还是不卖呢？不卖，那就想办法让他卖。沈总的意思，全资收购杨家屯军菇加工厂和杨家屯品，400万。你们全村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你只需要签个字，你们只需要供货，财务、渠道、品牌运营都由我们负责。杨家屯不卖，回去告诉沈总，要合作可以谈供货，要收购你再看看条款，免谈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把盘子卖了再弄新的，不用一辈子绑在菌菇上。400万为啥不卖？这么多钱，大家伙分一分，每个人都能落一沓套子。去年净率47万，今年预期翻番，品牌增值你要不要？加工厂20-30号人，鸽舍6户，3辆货车，这些东西在账上的价值加起来就已经快赶上一半。谁愿意把自己的权利交给省城老板？现在就站起来拿分钱走人！不卖。 400万不卖，一个小村办厂倒挺有骨气。渠道那边什么情况？省城有3家连锁超市卖他们的货，另外他们自己在农贸市场铺了一批试吃柜，销量不低。发通知，告诉下面经销商，谁进杨家屯的罐头，就别进大洋食品的货。省城我能压的渠道全压。3家连锁超市暂停进货了。大洋那边放了话，进杨家屯的货就别进他们的货。批发市场还有2家在观望，老杜说再等等，不敢再下新订单。省城市场占我们出货的40%，锁住省城就等于砍了我们一块整肉。 省城渠道要是真锁死，咱的菌菇罐头就只能在县里打转。沈大洋凭什么？他有几个臭钱就能卡我们？超市他卡得了，食堂、厂矿、批发市场这些渠道他管不着，他不跟我们做，我们就绕开他做。食堂找谁去谈？找那些没进连锁超市体系的独立食堂、高校食堂、厂矿食堂，这些地方不受经销商渠道限制，有独立采购权。他们需要的是价廉物美，持续供货，我们每一条都符合。农贸市场试吃柜已经有经验，直接复制。 再找下岗工人做兼职推销，论件提成，把这些都铺出去，就算超市渠道堵着，至少能抵消40%损失，但需要至少1个月的运转周期。这1个月里，我们必须稳住现金流。我再做一份收紧版的月度开支预算。行，明天开始，老钱带人跑农贸和食堂，让杨少华在京农系统继续顶住，本县和市里的老客户不出问题。你要什么预算，直接从预留挤掉。正面迎敌不如迂回，渠道为王，终端为将。 你说的手压泵装好了？装好了，卫生室在大队部隔壁，我找人重新粉刷了一遍，药柜也打好了。这水压比省城医院还足。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？不走了，进修期满，正式回来了。以后村里人看病拿药不用再跑县医院。另外，互助社的产品从下个月开始，我做食品安全抽检，每批出货前先过我这关，我一个人能顶半个检验科。第一批检测样品下周一给你送过来。好。 这个月农贸市场那批货的款子到账有点慢，有几笔迟了3天，我给你标在账上了。还有鸽子饲养数据，王大牛那份记录册写的太潦草，我让他重抄了一份，明天给你看，别漏掉。苏小河回来了，那个卫生室不错，药柜漆的好，手压泵也够力。 互助社从最初8户扩到如今50户，再靠几张嘴商量已经管不过来了。我提议设立理事会、监事会，日常经行权归理事会管，重大事项全体社员投票决定。我只管战略和对外合作，以后谁是理事长，谁就是互助社日常事务的当家人，不是我一人说了算。你把权都分了，你不怕？一个村子富和一个人富不一样，一个人富是万元户，一个村子富才是杨家屯。我这个社长不是退了，是把日常经营分给更多人盯着，我自己往外跑。 你这孩子把权都分了，你不怕？爸，菌菇、鸽子、加工厂、运输队、省城渠道，每一样出问题，全村人找我一个人，忙不过来。把管事的人培养起来，我才有余力往外走。您想想，互助社刚开始那会儿，你跟我一块搭菇棚，现在这条灌装线你能盯得比我还细，这才是互助社该有的样子。行，你走前面，爸在后面给你顶着。小严今天把理事会和监事会让给李老蔫和我了，他提的名，他自己只管战略。你自己愿意不？我愿意。父子俩一起干，比什么都强。 改制之日，大业初成。下半年，国家有新政策出台。新政策？什么政策？400万不收，超市渠道锁不住，倒回头把农贸和食堂全铺开了。这小子还真有一套，他这是往底层钻，我卡上面，他走下面。沈总怎么处理？要不要在批发厂放话，让批发商也别接他们的货？安排下去。找检验所的人突击抽检他们的菌菇罐头，重点查密封性，哪怕查出1条不合格，停下来整改。 省城检验所昨天突击检查你们的菌菇罐头，查的是密封性。杨老弟，有人在做你的密封不达标，我们的灌装线每个月都自查密封性，都没问题。问题就在这儿，报告压了半个月，你赶紧把自查记录和上次质检报告全部翻出来。这不就是硬整我们吗？报告压了半个月，偏偏这个时候拿出来。密封数据自查记录每月都做，每次都有杨少华签字。上次检测的报告也是合格的。这些记录加上抽检前后的生产批次对照表，我能把每一个批号对出来。把自查记录复印，先去申诉科申诉，再去省城晚报找记者。 对应的是这一页，批号对得上，测试日期在抽检之前。另外，这是省评期间我们自己送检的密封测试报告，数据与自查记录吻合，我们要求复检。材料收了，复检安排等通知。
这是沈大洋派人来收购时留下的意向书，日期和第一次抽检通知前后隔了不到20天。这边是密封自查记录，检测数据全部吻合。这份被压了半个月才出的不合格报告，头一天收购被拒，第2天就上门抽检，第3天报告就卡了半个月。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？这些复印件能留给我们？可以。这孩子不光会卖菌菇，还会写信。省城晚报那篇读者来信出来后，检验所内部启动了核查程序，结论是程序问题。你们的复检申请已经批了。邪不压正，但正需自正，存正即是存身。杨老弟不打不相识，手段都用尽了，你也没趴下，这杯我敬你。合作可以，平等合作。杨家屯只做自己的牌子，不做任何人的代工厂。行，省城有几个老干部跟我有过节，说杨家屯是块硬骨头，我今天算真看着了。以后省城有需要补的渠道，你开口，我补不了的给你指路。但有一条，我手里有经销商网络，你手里有产品和品牌，我们合作谁也不压谁。可以，合并采购协议，我保证供货量。我们保留杨家屯独立品牌运营，同意就签字，不同意就谈到这里。拿纸笔来，现在就签。签了，签了，一起供货。那就好。你从包间出来那个表情，就像当年在村口赌周老抠一样，明明赢了还板着个脸。回村，今晚开会，下一步计划，把产业链往下再延一步。现在我们手上有4个板块：菌菇、鲜菇、乳鸽、加工厂、罐头、运输队，从种到运都有，但产业链到罐头就断了。我计划加建一个小型有机肥加工车间，用鸽粪和菌菇废料做有机肥，供应周边果园和茶园。建有机肥车间需要新设备、发酵池、包装线，初步估算资金缺口将近1万。小袁说的这个有机肥车间，我觉得行。周边的果园老板以前来买过菌渣，嫌太粗。鸽粪天天在那儿堆着，你们让老钱拉货的时候，顺便给我带几袋发酵剂。我第一个试。菌菇、加工、饲料、乳鸽、有机肥，此环闭合，则不惧单曲波动，多元产业相互支撑，是长久之计。这池子挖多深？我挖到胸口了，就快该出水了。再下20公分。小严说的，一层垫碎石，再铺秸秆，沥水透气，粪进去不能沤。干了半辈子农活，头一回拿鸽粪换钱，以前倒粪还要掏工钱。这车间的池子要是成了，你们信不信？连隔壁村果园的马老板都得排队来掏钱拉货。5吨，头1个月就卖了5吨，拿去临县果园给人家铺底了。临县果园的马老板要长期订货，你猜他怎么说的？你们村鸽粪比鸡粪劲儿大。有机肥入土之前最好做一轮有害菌排查，我下周之前出检测结果。以后有机肥每批次出厂多加1道自检。小严，前些天杨婶家来提亲，她外甥女在乡里储蓄处，人挺好的，人家现在都说杨家屯有钱了，想跟咱结亲。妈，不急。怎么不急？你都多大了？你少说2句，他自己有主意。当年种菌菇也是他自己有主意，你拦得住？现在找对象也是。我不是拦，我是操碎了心。妈，我心里有谱，到时候给您带回来，你见见。有机肥首月数据你看看。多元产业相互支撑，是长久之计。路上吃，早点回来。知道，我就去看看，2天就回来。杨叔，你现在也是师傅了，少贫嘴，看好你的鸽子，别等我回来发现又跑了一窝。我走了。杨师傅，杂菌感染什么时候最容易爆？我们去年秋天烂了一整棚，降温过急的时候，灭井温度上不去，杂菌就爱吃你舍不得的那口热气。你回去把蒸料时间再延长半个钟头，前面多蒸一会儿，后面降温别图快。杨师傅，你什么时候还来？父辈之成长不亚于产业之扩展，一人强不算强，全家携手方为真强。赵会计买新车了，凤凰还是飞鸽？飞鸽，跑银行和镇上开会用，互助社的账不能总搭运输队的货车。你拿会计师证了？上个月考的，以后别拿赵会计唬我，唬不住。你考下会计师证了？我真没想到你留在杨家屯这么久，当初让你去是帮忙应急，你这都2年多了，账本1年比1年厚，菌菇、鸽子、罐头、有机肥4个板块的账，要是没个会计师撑着，早晚出乱子。再说在这儿干，心里踏实。你是心里踏实，还是因为有杨慕言在？村办企业里有一个持证的会计师，全乡也就你一个。会计师什么时候考的？上个月。以后对外签财务报告，章比人好使。我报了2年账，该有1张纸撑腰了。工资再加300。以后对外对账谈判，证书和财务章一起带。互助社财务主管，你名正言顺。加薪我应该高兴，但今晚这300块没我想象的那么要紧。你说名正言顺的时候，比提出加薪更让人想在这里多待几年。对了，
你妈最近老找我说话，不是聊账的事儿。把菌菇和鸽子的废料变成有机肥，把有机肥卖到果园和茶园，这条环扣上了，从头到尾没有废料，全是产品。我们杨家屯的产业链终于闭环了。好，咱村儿现在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杨家屯的标签，以前是破村子，现在是品牌社。今年开始的就要往前面再多看一步了。手头的几个板块已经搭成型，再往后就要把品牌往外推到市外去。明年我们争取评上市级农业龙头企业。那是什么头衔？就是告诉别人，杨家屯不是村办作坊，是正规军。有机肥连续3批检测全部合格，寄生虫卵未检出，粪大肠菌群在标准以下。汇总表我放在你这儿，顺便告诉钱德旺，现在每批出厂前我都自检，出了报告才能上车。你怎么又加班了？白天看门诊够累了。门诊是看病，这个是给咱们的产品出不了门找问题。精耕细作，不止于田，品控严谨，方能行远。这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，咱的废水全都沉淀了，哪来的直排？菌菇废水清清亮亮的，能有啥事儿？是不是哪个街溜子又下班？我半年前找工程队改了管道，爸，菌菇加工会产生清洗废水，以前觉得清水不算污染，今天这一查，正好把这事亮出来。这是我们半年前安装的废水沉淀池和滤网。采样结束，水样目测清澈，没有明显异味，带回去实测，等所里出结果。正式的检测报告 ，pH 值、存入物、化学需氧量全部达标。你们那个废水检测报告我看了，比镇上一些有排污症的企业还干净。面水里搁了菌菇切的细末当馅儿。小严今天又没回来吃晚饭，那个赵会计在账房里做到半夜，苏大夫也在。你以前盼着他有出息，现在出息了，你又嫌他不回家。慕言回来了，饺子刚出锅。苏大夫如今天天在咱村坐诊，赵会计又考了会计师证。你一个大小伙子，人家2个姑娘都在这儿盯着，你别拖。妈，最近忙着申报龙头企业呢，事情忙完再说。你总说忙完了再说，互助社改制你也说忙完了再说，评省社试点你也说忙完了再说，龙头企业的材料还能管你的终身大事呢。他那摊子大，解决了再说。他那不是为了龙头企业的报表，就是为了鸽子的新料配方，不是闲在家里不挑。家事与事业如车之双轮，缺一轮则行之不远。时机未到，请求无益。带动的农户数量、新增就业岗位、年税收贡献这几项你们不占优势，跟省城那些年产值过1000万的大企业比，你们还差得远。一家村办合作社能评上市级龙头企业的不多。我们带动的不是一个村，杨家屯周边的6个村都有农户加入我们的菌菇互助社。另外，我们的产业有自己的特色。菌菇、乳鸽、有机肥3个板块形成循环链，不靠外部补贴就能自我运转。这种模式可复制不强求，容易推广，是一条适合乡镇的产业化路径。有机肥外销客户覆盖邻县3个果园、2个茶厂，带动4个村的农户配套使用杨家屯的菌菇废料发酵包。材料留下，把菌菇废料和鸽粪堆肥的生产日志也补一份核备，下周等市里专家终审。这下好了，咱门口挂3块牌子了。那还等啥？明年再弄一块，凑一桌搓麻将。我听村里人说你是全县最年轻的龙头企业法人，妈也没什么要求，就希望你别只盯着那块牌子，也别忘了成家立业里头那一半。妈，我知道牌子不是终点，是让我们能往前走得更快。我敬你，从借600块钱到现在，你爹我亲眼看着你把一面墙的规划图挨个画满了，爸替你高兴。市级龙头已成，欲再进一步，需放眼市外，把杨家屯3字送出省界。